出生就站在了终点，顶着星二代光环。他曾经是红遍全亚洲的顶流偶像，年少成名，风头无两。在事业巅峰时候，果断转身系上围裙，一头扎进烟火气里做起了厨师。从桀骜不驯的叛逆少年，到沉稳内敛的烟火厨师，再到全能跨界的实力派，他的整个人生是所有星二代最想活成的样子。欢迎来到灰姑娘娱乐，本期为你分享谢霆锋。1980年，谢霆锋在香港出生，也是娱乐圈最受瞩目的明星家庭，父母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从他落地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和平凡两字无缘。刚满月，他就登上了杂志封面，1岁出头就拍了商业广告，整个童年几乎都没离开过镜头。从小就背上了星二代这个沉甸甸的标签，走到哪里都被盯着。1996年，16岁的谢霆锋拿着8位数的天价合约签约英皇，成了当时娱乐圈年纪最小的签约艺人。可出道之路根本没有想象中顺利，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，反而是铺天盖地的嘘声。外界全是靠父亲关系、花瓶偶像的质疑声。说起来，很多人可能不信，他职业生涯的前4年，台下的嘘声远比掌声多，90%的声音都是不认可，全是带着偏见的否定。直到1999年，谢霆锋推出个人首张国语专辑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。这张专辑或许不是最能体现他音乐天赋的作品，可完全踩中了大众的审美。专辑一发行直接炸场，全亚洲销量直接突破300万张。主打歌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和《因为爱所以爱》更是火遍大街小巷，成了一代人刻在青春里的国民金曲。也就是这张专辑，让他彻底摆脱了父亲的光环，不再是那个活在父母阴影下的星二代，反而成了90后一代人的青春符号。凭自己的歌声站稳了脚跟，他就是个被光环和争议裹挟的少年。叛逆不是装出来的人设，用实力打破标签，用叛逆活出自我，掌控自己的人生。而这份年少轻狂，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2002年的顶包案成了他人生里最彻底的一次低谷，也是最残酷的一堂成长课。那段时间，他被香港学生选为年度最负面人物，形象一夜崩塌，代言纷纷解约，硬生生逼得他被迫长大，完成了最痛的一次蜕变。后来他在采访里也说，这段低谷是特别宝贵的人生经验，让他停下脚步，重新思考生活，也让他后来格外珍惜拥有的一切。2004年，谢霆锋低调复出，这一次他把事业重心彻底转向影视圈，他直接丢掉所有偶像滤镜，化身圈内出了名的拼命三郎，拍戏从来不用替身，全靠搏命演出证明自己的专业。拍新警察故事，他从高楼纵身一跃，全程亲自上阵。拍十月围城，他干脆剃光头发，演一个不起眼的黄包车夫，半点偶像包袱都没有。慢慢的，大家终于发现谢霆锋早就不是那个只会耍酷的流量偶像了。2010年，他凭借十月围城拿下金像奖最佳男配角。2011年，又靠线人斩获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成为香港金像奖首位80后影帝，直接打破了偶像没演技的固有偏见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2014年他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突然放下话筒和剧本，系上围裙，做起了厨师。身边人都觉得他只是玩票新鲜，可他偏偏认了真，专门去考了米其林厨师相关证书。为了一款拌面酱，尝遍几10种辣椒调口味，把拍动作片的那股狠劲儿全用在了灶台前。爆完综艺12道风味，他一连做了7季，不仅做出了口碑，还激活了自己的商业头脑。他把风味从一档综艺做成了成熟的食品品牌，旗下的烤肠单品4年时间累计销售额就达到了15亿元，跨界做得风生水起。2025年，时隔整整20年，谢霆锋正式官宣个人巡回演唱会。这场演唱会的意义早就超越了音乐本身，从票房就能看出他的实力。香港站门票刚开售就秒空，杭州站更是30秒全部售罄，二手票价被炒到原价3倍还要多。从巅峰跌落谷底，再到跨界层层突围，步步封神。他用大半辈子证明，热爱从来没有边界，坚持到底终有回响。那些在音乐里释放的真性情，镜头前拼尽全力的付出，在烟火气里沉淀下来的温柔，拼凑成了独一无二的谢霆锋，也照亮了每一个不甘平庸、勇敢奔赴热爱的普通人。